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孔子世家这段说什么呢？说孔子啊，他生在鲁国的昌平乡。昌平乡是一个鲁国的一个乡的名字，叫昌平乡。这个乡里有一座山叫昌平山，这个昌平乡里面有一座昌平山，它因为有一个昌平山，所以这个乡就叫做昌平乡。孔子就生在昌平乡，他不是生在曲阜，他没有生在城里，他是生在乡下。孔子生入昌平乡周邑，周邑就是昌平乡底下的一个村，叫周村。这个周很多人不认识，周除了是孔子的家乡之外，它有很多的意思，比如说它是角落的意思。所以说我们有一个词叫周见，周见就是很浅薄的见识。周见，我谈谈我自己的周见，就是我谈谈我很浅薄的、很肤浅的一个见识，经常是被作为谦词。周就是角落，角落就是角落里面的见识。还有一个就是聚居的意思，就是周也分为周落，周落就是村落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，它是正月的别称。我们将来读《离骚》，就是社稷曾于孟州兮，为庚寅未降。孟州就是正月，就是屈原啊，生于这个正月。社稷曾于孟州兮，为庚寅未降。孟州就是正月的意思。这是周。孔子生入昌平乡周邑，其先宋人也，我们刚才讲过了，他的先人是宋国人。曰孔房叔，孔房叔是孔子的曾祖。刚才那个金木父啊，就是3岁从宋国逃到鲁国的这个孔子的世祖，就是孔房叔的爸爸，就是穆金父生了孔房叔。孔房叔是孔子的曾祖。什么叫曾祖啊？就是你的祖父，你的祖父上面是曾祖，然后曾祖上面是高祖，曾祖就是祖父的爹，叫曾祖，这就是孔子的祖父的爹。那孔子的祖父叫伯夏，关于伯夏好像没有什么记载，非常少。穆金父生了孔房叔，孔房叔生了伯夏。我估计他们在鲁国就是普通的在乡村里种田的、耕作的，当然也读书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家庭。过去在宋国是贵族，贵族大不得了，大司马，一个国家里面有几个能当上大司马的，就军事方面他是主帅。那在宋国的时候，他们家肯定是很显赫。那到鲁国之后就完全就变了，地位就完全就变了。那伯夏生叔梁纥，就是孔子的爸爸。叔梁纥他是子姓，他是孔氏，名什么呢？名和，他叫子和或者叫孔和，他字叫叔梁。叔梁他排行第几？排行第3。所以说古人啊，他字里面他都有排行。伯仲叔季，伯有时候也做孟，伯仲叔季，这是老大，这是老二，这叔是老三，季是老四。比如说孔丘字仲尼，他是老几？老2。然后这个叔梁纥就老几？老3。所以说古人自己家的兄弟里面排行第几，人家名字上都清清楚楚的表明出来。就是这个叔梁纥是人品贵重，文武全才，为鲁3虎将之一。有一次打仗，他们是攻进别人的城池里面去，部队攻进去了，攻进城之后才发现伏兵埋在里面等着你攻进来，然后部队就赶紧退，这时候城门啊，对方就把城门就落下来。这个叔梁纥他个子1米9几2米的个子，居然用手把这个城门举起来。孔子的父亲曾经干过这样的事，就那个城门有几千斤重啊，他居然可以把那个城门顶起来，让弟兄们快撤。所以鲁国人非常敬重叔梁纥，而且叔梁纥他不仅武功好，文这方面也很厉害。上次曾经讲过，叔梁纥他前面娶过一个老婆，生了1个女儿，后来又娶了一个老婆，生了1个儿子，生了9个女儿。那个儿子还是一个跛足，就是小儿麻痹症，先天的小儿麻痹症。到了70几岁的时候，他就决定，我得再娶个老婆，我得再生1个儿子，不然这个长吉是不能继承他的爵位的。他好不容易挣了一点爵位，然后呢，和与颜氏女也合生孔子。这个颜氏啊，应该跟颜回有点关系，就是孔子的妈妈叫颜真在，颜真在应该跟颜回是一个颜。然后呢，颜真在的父亲应该来说跟叔梁纥是朋友，然后就通过朋友的介绍，他就认识了这个颜真在。野合就是没有明媒正娶，没有结婚。颜真在跟这个叔梁纥结合的时候，应该就16岁，就16岁一个少女跟一个70几岁的一个老人家就是结合。生孔子的时候，这个颜真在多少岁？颜真在才17岁，就是颜真在17岁就生下孔子了。
然后在孔子17岁的时候他就走了，就是34岁，这个女人活了34岁，倒于离丘，离丘就是一座山，就是离沙，就两个人应该是在离沙谈恋爱，然后认识，祈祷就是老天赐给我们一个儿子，因为有爵位要继承，哥哥是继承不了啊，必须要这个孩子来继承。倒于离丘而生孔子，所以说孔子为什么叫孔丘字仲尼？丘就是离丘的丘，丘就是山嘛，离山就是这个山的名字。那后面又有什么呢？生而手上鱼鼎，这个鱼有的地方读作什么？好多种读音，我们不去管它。它什么意思呢？它是水田四周之土梗，就是一个田，这是梗，就是这个是高出来的，这中间是田。就孔子的脑袋是什么样子的？孔子的脑袋应该是长成这个样子，中间有一点塌下去，边上有点高，然后呢边上这个看过去也像山丘一样，就孔丘也可以这么解释。现在不是有一种说法叫做你脑袋有坑吗？孔子就是脑袋有坑。看来我们今天人说脑袋有坑是说法是错的啊，说你一个人很傻叫脑袋有坑，实际上脑袋有坑人很聪明。本来我们中间最高，他是中间塌下来，就脑袋有坑，但是脑袋有坑很聪明。字仲尼，姓孔氏，好吧，第一段我们就讲完了。